别再傻傻存钱买房了，那是旧时代的思维，是给旧人累玩的游戏。在20年后，这个世界上最残酷的贫富差距，不是你住哪里，也不是你开什么车。EP 时尚地代码，当长寿成为富人的特权，而是当你参加大学同学会的时候，你的同学看起来还像30岁，正在计划去火星旅行，而你已经在排队等助领长照补助，准备迎接死亡。这不是科幻片，这是正在发生的生物阶级。既然大家说我不讲人话，今天我们不讲复杂的 K 线图，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。这是一个关于选择，关于命运，也关于我们每个人的故事。故事发生在2046年，一场大学同学会上，但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26年，也就是现在。主角有2个人，老张和老李。故事发生在2046年。2026年，老张和老李都是35岁，科技业中层主管，年薪300万。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黄金的时刻，也是命运分叉的起点。老张是传统派，他是典型的台湾好男人，他相信努力工作就能致富。他看了很多理财书，告诉他要买房抗通膨，于是他背了3000万房贷。他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，回家累得像条狗，倒头就睡。他觉得身体酸痛是正常的，那是努力的勋章。他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去存股，买那些号称高值利率的传产龙头。他相信复利，相信时间是他的朋友。老李是金花派，这家伙在大家眼里是个怪胎。他租房子住，开一台10年的二手车，同事笑他年薪这么高，怎么活得像个大学生。老李没说话，他把每个月薪水的40%拿去维修自己的身体。他去做高压氧治疗，去打干细胞，去吃那种1个月要耗几万的抗衰老补剂。剩下的钱他全部重仓买进了几家还在亏损的美国生技公司。他说我不买房子，我要买那张船票。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老张稳中，老李疯了，连老张都在同学会上劝老李，兄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错，但房子才是真的。老李只是笑笑回了一句，房子会折旧，我也会折旧，我要把钱花在让我不折旧的地方。时间快转到2035年，2035年 AGI 全面爆发，那一年强人工智慧全面爆发，世界变了。老张的噩梦开始了。HR 是一个 AI 虚拟人，用温柔但冰冷的声音告诉他，张先生经过评估，您的效率仅为 GPT-9 的0.05。老张愣住了，他引以为傲的 coding 技能在1秒钟内变成了废纸。他走出公司，想打电话回家，但他不敢，家里有2个正在补习的孩子，还有每个月15万的房贷。那天晚上，老张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看着手里的资遣单，感觉天塌了。更糟的是，因为长期熬夜，他上周刚被诊断出早期肝硬化，他的身体垮了，工作没了，房子变成了负资产。补充数据：2035年全球白领失业率达到45%，同时医疗费用因长寿技术的普及，暴涨了300%。同一时间，老李正在巴哈马度假。44岁的他看起来比35岁时更年轻，因为他长期投资基因修复，他的精力像20岁的小伙子。AI 没有取代他，反而成了他的超级助手。他利用 AI 管理着3家公司，最重要的是他当年在2026年重仓买进的那些生技股，现在都成了市值超越苹果的巨头。他不仅财富自由，还获得了这些公司的 VIP 医疗服务权限。结局来了，2046年大学同学会，门推开了，老张走了进来。如果不说，你会以为他是75岁的老头，背驼得很厉害。他手里拿着一杯免费的水，躲在角落里不敢跟人说话。他的豪宅早就为了付肝脏移植的手术费卖掉了，他现在住在只有5平大的廉价胶囊公寓里，等待着人生的终点。突然门口一阵骚动，一辆悬浮跑车停了下来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老李走了进来，55岁的他肌肉线条分明，他的皮肤紧致发光，眼神锐利得像鹰一样。
他身边挽着同样年轻漂亮的妻子，他看起来还是35岁。他刚刚完成了一次端粒延长手术，医生告诉他预期寿命延长到了120岁，这意味着他的人生才刚刚过了一半。他还在计划下周去火星基地的旅行。老张看着老李那一刻，他流下了眼泪。他终于明白了，他输掉的不是钱，他输掉的是物种的竞争。老张是旧时代的智人，会衰老会生病；老李是新时代的进化人，用资本买到了时间。兄弟们，故事讲完了，现在低头看看你的肚子，摸摸你的颈椎，再看看你的银行账户。你想当角落里等死的老张，还是门口那个发光的老李？我知道你们现在在想什么，老李到底是买了什么？其实老李没有什么内线消息，他买的那张船票其实就在我们身边。调出老李的投资组合回测数据，分析显示，超额报酬主要来自3个关键技术节点。没错，这就是老李甩开老张的秘密武器。老李看懂的第一件事，人体就是软体，而软体是可以 debug 的。老张生病了，只会吃药，那是在修补丁。老李投资的技术是直接修改源代码。第一章，上帝的修图软体 CRISPR。老李当年买它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要上市，而是因为他手里握着专利，就像你要用 Windows 就得给微软钱一样。未来任何药厂要用 CRISPR 剪刀，都得给他交保护费，这叫平台垄断。再来是基因界的精密修图笔，大剪刀有时候会剪坏，但这是碱基编辑，就像是用原子笔改错字，精准度100%。老李看准了这点，因为富人为了长寿，绝对愿意付钱买这种零风险的服务。最后，这家是基因界的 Uber Eats。以前修基因要开刀要住院，现在打1针就能修，这让基因治疗从特权变成了商品。老李知道，一旦技术能量产股价就会飞天。第二章，大脑超频 Limitless。老李赢过老张的第2个关键，他不敢让自己的大脑停下来。2035年 AI 抢工作的时候，为什么老张被裁了？因为他学不动了。而老李他吃了这个神经增强剂，让大脑在50岁时依然保持儿童般的学习能力。老张当年说，做人要有感情，不能变成机器。老李说，为了在 AI 时代生存，我愿意变成半个机器。他牺牲了部分的感性，换来了极致的理性与效率。为了在 AI 时代生存，我愿意变成半个机器。第3章，老李的诺亚方舟配置。故事听完了，技术也懂了，现在我们要复制老李的成功。这是老李留下来的50-30-20黄金法则，50%买房东，这是1半的钱，不管谁赢都要用到底层专利。买龙头睡得住，30%买大脑，这部分钱用来搏爆机。辉达不只是晶片股，它是 AI 制药的军火商，用 AI 找药的先锋，这部分要是赌对了，就是10倍、100倍的回报。20%买卖铲子的人，这部分是保命钱，不管基因编辑成不成功，科学家都要用显微镜，要用试管。这些公司就是卖水的，稳赚不赔。兄弟们，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吓唬你们，我是真心希望20年后，当我们在某个地方相遇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像老李一样，笑着谈论去火星的计划。从今天开始，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，用你的钱去为你未来的生命投票。下周行程已更新 EP11 袭击员工 EP11 预告，袭击员工指挥一支24小时不睡觉的 AI 军队，指挥一支24小时不睡觉的 AI 军队。没错，既然我们都要像老李一样活很久，总不能一辈子自己干活吧。下周教你们怎么指挥 AI 军队。你是老张还是老李？不想被 AI 淘汰，不想被 AI 淘汰，想掌握财富重构的机会。进化论，开启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记得订阅哦。观看更多精彩影片，订阅我们，获取未来的生存指南。我们每周更新，带你进化脑袋。扫描加入社群。Thanks for watching。制作团队，进化是为了不被淘汰。进化论 S3。